你们走开！我才不是灾星！放手！别碰小灾星，他会给你下诅咒。活该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们不是说我会诅咒吗？你马上就会跌倒，摔破鼻子，还会摔掉2颗牙。妈！是他下诅咒，他是灾星，灾星！夫人，这地方太偏了，车都开不进来。那位姓徐的老中医，怎么住这种地方？住哪儿无所谓，都说他治烧伤厉害，能请到他，治好我儿子才重要。住手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小朋友，没事吧？别碰他，他是灾星，会给你下诅咒。什么灾星？你们都是小孩子，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别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个阿姨好温柔，她不怕我，也不嫌弃我。我叫悠悠。悠悠，真是好听的名字。这孩子怎么这么亲近？夫人，小少爷的烧伤要紧，我们还是先找那位姓徐的老中医吧。你们找我爷爷？老中医是你爷爷？太好了！悠悠，他在哪儿？能带我去见他吗？你们找不到他，老中医半年前就被他害死了。害人的灾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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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？都住手！不痛不痛，伤口马上就好。悠悠，别担心，你告诉阿姨，你爷爷真的不在了吗？夫人，现在怎么办？小少爷的烧伤，除了那位老中医，怕是没人能治好。再想其他办法吧。夫人，您额头奇怪，没有伤，也不痛了。刚才是错觉吗？那个下诅咒的小灾星在哪儿？臭丫头，你敢下诅咒害我儿子摔倒，我打死你！你干什么？
外乡人别多管闲事。这丫头就是灾星，你碰了她，小心她也给你下咒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什么诅咒不诅咒的？悠悠只是个小孩子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她？你懂个屁！这灾星谁碰谁倒霉。之前他抓着老张头诅咒人家要摔断腿，结果真的摔断了。还有小王媳妇儿，他诅咒人家难产，果然那孩子就没生出来。没错，他就是个灾星。我的宝宝都是因为他才没有的。这灾星不仅害别人，连他爷爷都害。下诅咒说老中医会出车祸，结果第2天连车带人就翻山沟了，尸体都找不回来。不是我跟爷爷说不能开车，爷爷不信我才出了意外，我也不想爷爷离开我。悠悠，不哭不哭。你们说的不过是巧合，怎么能把这种事怪在一个孩子身上？什么巧合？就是他下的诅咒！死丫头，你还有脸哭？都是因为爸爸这个祸害，把我们村子的人都害惨了。老中医对你多好，你还害死他！灾星，滚出我们村子！滚出去！灾星，滚出去！我没有下诅咒，我不是灾星，不是，悠悠不是灾星。为什么看着他哭，我心里会这么难受？悠悠，你要不要跟我离开？这里没人要你。阿姨要你，阿姨带你回家。夫人回来了。悠悠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这个房子又大又漂亮，我也能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吗？不用这么拘束，先去洗澡换身衣服。家里只有我儿子在，等会儿阿姨带你去见见他。夫人从哪儿带回来的小乞丐？真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进陆家的门了。我妈妈带回来一个小女孩。是啊，少爷，我都打听过了，那丫头是从村里来的，听说还是个灾星。也不知道夫人怎么想的，把那种人带回来。灾星也比我这种见不了人的废物强。他怕是早不想要我了，所以才领一个孩子回来。少爷，您别这样说，先吃药吧。夫人也是，回家不先来看看你，却忙着照顾一个臭丫头。不知道的还以为那丫头才是亲生的呢。阿姨，我们悠悠真漂亮。之前没注意，这脸长得跟我儿子还有些像，可惜我儿子的脸。悠悠，待会儿阿姨带你去见哥哥，你不要盯着他的脸看，好不好？阿姨这么漂亮，哥哥一定也很漂亮，为什么不能看他的脸？
这……之野，你做什么？让他滚出去！你的脸。看什么看？我的脸被火烧毁了，又丑又吓人，连你个灾星也嫌弃我是不是？之野，别这么跟妹妹说话。悠悠只是第一次见你，有些意外。悠悠，这是哥哥叫陆之野，你别怕。原来阿姨之前去村子找爷爷，是为了给哥哥治烧伤。谁是他哥哥？他就是个灾星！之野，谁跟你说悠悠是灾星的？跟悠悠道歉。夫人，您别怪少爷，少爷正是最需要您的时候，您却带个孩子回来，一点都不考虑少爷的感受，还要逼着少爷道歉，哪有这样当妈的？之野，妈妈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……我不要你的关系，你就是觉得我的脸毁了，一辈子没办法见人，所以才领回别的小孩代替我。你就是不想要我了。之野，妈妈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？你是妈妈的孩子，妈妈怎么会不要你？反正我的脸根本就治不好，只会给陆家丢脸。现在正好，你去给这个小灾民当妈妈吧。之野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阿姨，小鱼，小鱼，别死掉！我说错了吗？我是个没脸见人的丑八怪，你就是想放弃我，所以带他回来。哥哥，阿姨从来没有放弃你，她为了你专门跑到偏远村子，找我爷爷给你治疗。而且，你的脸很快就会好的。住手！你要做什么？夫人，我听说他会给人下咒，可别让他害了少爷啊！童姐，别胡说。悠悠怎么可能会下咒？阿姨，哥哥的脸可以治好的。悠悠，你怎么这么确定？你爷爷擅长治疗烧伤，你是不是跟他学过什么治疗方法？我没学过，爷爷没教过我。夫人，您指望他，还不如指望奇迹。少爷突然好了呢。这种农村来的孩子，没父母教养的小孩，我最清楚。他就是想哗众取宠，抢您对少爷的关心，让您多关注他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让哥哥的脸好起来。你想有什么用？好起来是你一句话像的事吗？多少医生都说没办法。夫人您看吧，他就是故意说这种话，给少爷希望，又往少爷心口撒盐。这种小孩心机最深。童姐，悠悠只是关心之野，我看在你在这个家工作了很久的面子上，不计较。以后别这样对悠悠。夫人，
怎么能偏心这种来历不明的野丫头呢？这种人沾了多少坏习惯，放在家里就是祸害。阿姨，哥哥的脸真的能好起来的。悠悠，哥哥，你的脸马上能痊愈，相信我。那么多医生都治不好，你说句话就能好吗？智妍，悠悠她也是好心。夫人，您可别被这心机的丫头骗了。什么好心？我看是嘲笑还差不多。明知少爷的脸好不了，还故意说这种话，伤少爷的心。我没有，哥哥的脸已经好了。不信你们摘下纱布看看。臭丫头，你干什么？少爷的脸做过手术，不能碰。你想让少爷的伤加重吗？悠悠听话，哥哥脸上的纱布不能摘。夫人，你对她这么好心干什么？这丫头刚来就想害少爷，根本不安好心。这种人不配待在陆家。阿姨，你掀开纱布看看就知道，哥哥的脸真的……还敢胡说八道！夫人啊，这臭丫头不能留，她现在敢害少爷，以后指不定还要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呢。红姨，够了！夫人，为了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，你连亲儿子都不顾了吗？这种人连亲生父母都不要她，就是个灾星。要我说，就该趁早把她赶出去。哎呦！悠悠，快松手！死丫头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她扔出去！智妍，你怎么样？放开我！放开！妈妈，智妍，你的脸。智妍，你的脸好了。哥哥，快看！妈妈，我的脸真的好了。哎呀，老天保佑，一定是因为少爷积极配合治疗，好好吃药，所以才好起来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智妍，要谢谢悠悠。如果不是悠悠，我们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恢复的。谢谢悠悠，还有妈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不懂事，刚才对你们说了过分的话。没关系的，哥哥，悠悠不会怪你，阿姨更不会。对了，智妍，快打电话给爸爸，爸爸要是知道你的脸恢复了，一定会很高兴。大哥，爸他怕是没剩几天了，这财产我们得想想怎么分吧。我和我妈陪爸的时间最久，拿80%的财产，不过分吧？哼，你别忘了，陆氏是爸和我妈生前一起创立的，就算要分，你们也最多只能得到20%。陆正，你别太过分，都是爸生的，就算同父异母，这陆家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陆骁，爸重病前就向董事会宣布过，陆氏由我代为管理，现在陆家就是我说了算。喂，你说真的？好，我马上回去。
老头子，凭什么都是你的儿子？你让陆征代管陆氏，你还那么偏心他？就因为他是你原配老婆生的，我妈是爬床的保姆是吗？啊！陆征，陆家的财产我要定了，你想独吞，那就别怪我，让你们全家先下去给老头子开路。喂，有件事要你办。悠悠喜欢吃这个吗？喜欢的话，阿姨下次给你买更多。悠悠，你还喜欢什么？都告诉哥哥，哥哥也给你买。谢谢阿姨，谢谢哥哥，有家人的感觉真好。要是阿姨和哥哥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。悠悠，一会儿爸爸就回来了，你还没见过他吧？你这么可爱，爸爸一定很喜欢你的。悠悠，怎么了？师爷，云舒，爸爸，师爷，你脸上的伤真的好了？看起来好了，但还是得去医院复查确认一下。对，复查，我已经约好专家了，现在就去。等等，老公，你先见见悠悠。我之前在电话上跟你说过的。这孩子怎么看起来这么亲切，这眉眼倒是跟我陆家人有点像。你就是悠悠啊？听说还是个小福星，以后就把这里当自己家，我们就是你的家人。叔叔跟阿姨和哥哥一样，都是很好的人，我终于也能有属于自己的家人了吗？云舒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先赶紧带枝野去医院复查一下，不然我不放心。悠悠乖乖在家等我们，好不好？叔叔，悠悠，怎么了？别害怕，我们只是去一趟医院，马上回来。对，悠悠，叔叔开车，我们很快能回来的。不行，他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不能让他们出事，必须要救他们。你们不能去！悠悠，能告诉叔叔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吗？如果告诉他们汽车会爆炸，他们一定会死。要是他们像那些村民一样觉得我是下咒的灾星，会不会不要我？总之你们不能去，不能开车。死丫头，还真是会用这种小手段得到先生和夫人的关注。先生、夫人，少爷复查要紧，你们别光顾着这丫头，耽误了时间。这丫头就是太依赖你们了，你们这么纵容她，迟早把她惯坏的。悠悠，哥哥回来给你带礼物好不好？你安心在家跟着童姨，
他会照顾你的。哥哥，爸爸妈妈，我们走吧。别走，叔叔阿姨，哥哥。老公，我有点担心悠悠。他只是刚来，太黏你了。放心，我们很快回来。你个万人嫌的灾星，真当自己是陆家的小姐，所有人都围着你转啊！放开我！给我过来！这样下去，阿姨他们会出事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阻止。放手！我是灾星，你再不放开，我就给你下咒。哎，你系好安全带。悠悠，悠悠，怎么了？阿姨，阿姨，快离车远一点，有危险，不能靠近这个车。悠悠，你要干什么？夫人，这野丫头疯疯癫癫，一点都不听话，根本管不了。叔叔，你快下车！下车！悠悠，哥哥，哥哥，下车！悠悠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快走开，走开！师爷，没事吧？臭丫头，你现在都推少爷了是吧？少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担得起吗？你放开我，叔叔，叔叔快下车！妈妈，车底！老公，快下车，车底着火了！都走开，离远一点！老公，夫人别过去，危险！妈妈，悠悠。悠悠，你过来干什么？快走开！好不容易才有的家人，我不能失去，我一定要救叔叔。悠悠，去医院。张院长亲自检查过了，说只是受了惊吓，你们别担心。悠悠醒了，怎么样？告诉阿姨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悠悠别怕，这是我们陆家的私人医院，你哪里难受就说，哥哥带你去全部检查一遍。阿姨、叔叔、哥哥，太好了，他们都没事。没事就好，多亏了悠悠让我们下车，不然我们都要遭殃。对，悠悠真是我们全家的福星。悠悠，你是怎么知道爸爸的车会爆炸的？如果他们知道我会提前预知，会不会也把我当灾星？我只是看到车漏油了，听人说车漏油很危险。悠悠真聪明，老婆，悠悠还要在这儿住几天，你回去拿些换洗衣服。好，爸爸，爷爷不是也在这儿住院吗？待会儿我们去看看爷爷。爷爷。
人一个没死，你就是这样办事的，没用的东西！我够了，妈，你大哥陆征的车是你动的手脚，你想杀了他们一家？你怎么这么冲动？要是让陆征查出来怎么办？哎呀，妈，放心吧，我做的很隐蔽，就算再怎么查也是意外事故，查不到我头上。不过这次他还活着，算他命大。行了，收收你的眼神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是吧？陆征没那么好对付，你想要你爸的财产，也不一定非要让陆征死，还有更直接的办法。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老爷子什么时候立的遗嘱？还要把所有财产都给我？妈，这遗嘱不会是你伪造的？闭嘴！什么伪造？上面有老爷子的印章和公证，我们说它是真的就是真的，就算陆征也无法否认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所以现在只要老爷子一咽气，遗嘱立即生效，对吧？爸，你可别怪我，谁让你总是偏心大哥？下辈子咱俩别做父子了。悠悠还要休息，你别总打扰他。哦，爸爸，我们带悠悠去看爷爷吧，什么时候去？陆总，不好了，老爷子病危，你快去看看。老爷子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妈，哥哥，他们是谁？那个是爸爸的后妈，就是我们后奶奶，另一个是他儿子。不过我们家跟他们关系不好。志野，悠悠身体还没恢复，需要休息，你先带她回病房。大哥，这丫头谁呀？哪来的小野种？爸还在里面抢救呢，你还有心思关心别人？嘴巴放干净点，不会说话就别说。陆总，老爷子情况不太好，心脏严重缺氧，现在有2种方案，一种是保守治疗，最多只能撑半个月。半个月？另一种呢？另一种就是换人工心脏，不过换人工心脏恢复健康的概率也只有50%，一旦失败，老爷子怕是马上就医。陆总，您考虑好要不要换？不行，不能换，50%的概率，那不是拿爸的命在赌吗？谁能保证手术就一定成功？是你爸他年纪那么大了，换心脏那么大的手术，不是在折腾他吗？他哪受得了这种罪呀？爸爸，我不想让爷爷死，你救救爷爷，我们给爷爷换心脏，让爷爷活过来。换什么换？院长都说了，只有50%好的几率，你懂什么叫50%吗？搞不好你爷爷马上就死了。可就算不换心脏，也只能活半个月，为什么不试试呢？臭小子，大人的事轮得到你插嘴？够了，陆家我做主，给老爷子换人工心脏。陆征，你是想害死爸吗？人工心脏不能换，即便50%的概率也不能有，老头子必须死。我说了，陆家我做主，滚开！陆征，不许伤害我爸爸！滚开！师爷，哥哥，啊！悠悠，臭丫头，你找死！你们别吵了，陆征，陆萧也是担心老爷子，不然这出了什么问题，谁来负责？出任何问题都由我负责。准备手术吧。好，我们实验室刚好有颗现成的人工心脏，我马上叫人去取。实验室有人要毁了人工心脏，是谁？去实验室毁了人工心脏，马上！悠悠，怎么了？哥哥，有人要毁人工心脏。
你是谁？您是陆小少爷吧？我是这里的医生。我们陆家私人医院所有密码柜的密码我都知道，人工心脏就在这儿。别动！小少爷，人工心脏是很重要的东西，除非是医生，其他人不能碰。我正要拿去手术室，让我来。等等，你说你是医生，为什么不穿白大褂？这不重要，快把东西给我！你不是医生，你是坏人！哥哥，他要毁了心脏！悠悠，我已经派人去取人工心脏了，马上就来。陆总稍安勿躁，等着吧，等到天黑他也来不了。老头子只有死路一条。东西给我！悠悠，快走！哥哥，谁让你来的？为什么要毁了人工心脏？滚开！哥哥，等等，我爸爸是陆征，是这家医院的投资人。你要敢毁了他，我爸爸不会放过你！不要！人工心脏已毁。接下来该准备老头子的后事了，他的遗产只能是我。空的，人工心脏呢？院长，人工心脏不见了。这部心脏要收复了。怎么回事？人工心脏怎么会不见？那么重要的东西能说丢就丢吗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找！陆总，您别急，一定能找到的，您放心。张院长，你们怎么做事的？那么重要的东西都看不好，要找到什么时候？老爷子还在手术室等着救命呢。你给个准话，到底能不能找到？什么时候能找到？这样拖下去，我爸有3长2短身子。这吵什么？现在不是在想办法吗？还想什么办法？人工心脏找不到，还不赶紧选择保守治疗？爸等不了了，保守治疗爸至少还能活半个月，现在拖下去，他怕是连这个手术室都出不来。陆征，你爸年纪大了，你拖1秒他就多1秒危险。那人工心脏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，你不做保守治疗，是逼你爸现在就去死啊！悠悠，快！滚开！陆征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大哥，你说陆家你做决定，但你拖着不做决定，今天爸就是被你害死的。你就一直拖死了老头子正好，反正我遗嘱都准备了，老头子一死，财产都是我的。陆总，人工心脏到现在还没找到，确实不能再拖了。保守治疗爸只能活半个月，难道真的只有这个办法了吗？陆总，我知道了，准备。人工心脏在这儿。怎么可能？小心别跑那么快！悠悠，哎呦，这可是唯一的人工心脏啊！你这个臭丫头，让你小心小心，拿着这么重要的东西跑什么跑？现在好了，救命的东西都被你毁了。叔叔，不怕，叔叔在，没事。这到底哪里来的丫头？还有谁让她去拿人工心脏的？大哥，
不会是你吧？现在救不了爸，这责任谁担？不怪悠悠，我们是在保护人工心脏。刚才有人……行了，别说了，大哥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孩子，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。爸危在旦夕，他们除了会捣乱就是狡辩。爸出事都是你们一家害的。闭嘴！我的家人轮不到你来指责。马上准备保守治疗。不行了，别人撑不住了。拔了老头子的氧气管，他今天必死，财产只能收回来。陆征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大哥，要不是你拖延，这死丫头又摔坏人工心脏，现在也不是这个结果。你们一家把爸害死了。这事跟悠悠没关系，所有责任我承担。你担了又有什么用？陆征，你爸要死了都是你害的，你担了责任能救活他吗？叔叔，我能救爷爷，我能救。胡说什么呢？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捣乱？我没捣乱，我真的能救。臭丫头，这什么地方？是你乱进的吗？悠悠，跟叔叔出去。叔叔，我真的可以救爷爷，你相信我。爸爸，我的脸上的伤也是悠悠来了我们家才好的，悠悠说不定真有福运可以救人。哼，什么福运？救人能靠不切实际的福运吗？毁了人工心脏还不够，还想惹事儿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出去！别碰他，放手！干什么？你要看着他在这胡闹害死爸是吧？叔叔，你让我试试，我可以救回爷爷的。救什么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给我出来！陆潇，爷爷快醒过来，醒过来！臭丫头，你爸，怎么可能？病人没心跳了。别捣乱，走开！爸爸，爷爷不会有事吧？怎么没事？没看到你爷爷心跳都停了吗？都怪这个臭丫头耽误医生治疗。大哥，都是你纵容这来历不明的丫头害死了爸，你还有良心吗？爸在天有灵，死也不会瞑目。爷爷没死，马上就能活过来。你还敢说这种话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老爷子不在了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你们别吵了，要吵出去吵。院长，不行了，病人完全没有生命体征了。陆总，我们尽力了，老爷子他……哎呦，老头子，你就这么走了，留下我可怎么活？陆征，你看到了吧？爸都是你害死的，是你！没人会知道是我拔了老头子的氧气管。陆征，害死老爷子的责任你担，陆家的财产归我，很公平。爷爷还没死，爷爷醒过来，快醒过来！刚才就捣乱，现在人死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放手！臭丫头，找死是吧？放开悠悠！陆征，你这个不孝子，连你爸的遗体也要纵容他霍霍吗？不要，爷爷马上就放手！啊！怎么回事？爷爷，是爷爷醒了。爷爷，是我的宝贝孙女楠楠吗？我的楠楠回来了。老公，怎么回事？我听说爸病危了。没事，已经抢救过来了。悠悠或许真是有福运的孩子。没想到啊，老爷子这种情况还能好转。不过他的心脏还是存在危险，最好不要再受任何刺激，否则怕是回天乏术。还有件事，老爷子刚才一直喊孙女，我估计这是他产生求生意识的根源。我建议陆总让您女儿悠悠多陪陪老爷子，有助于他恢复。悠悠不是我们女儿，我们女儿出生不久就丢了。我爸这么多年想要找回孙女，已经成了他的心病。抱歉，老公，现在怎么办？爸那么想见楠楠，我们去哪儿找啊？我的楠楠。
悠悠，叔叔想让你帮个忙，你愿意吗？该死的，这老头子怎么还活过来了？妈，我们伪造的遗书都不能用了。爸，你醒了。老爷子，你可算醒了。你不知道陆潇在你旁边守了多久。楠楠，我的孙女楠楠在哪儿？孙女，那么喜欢她，她是救过你命吗？爸，你忘了，你孙女早就丢了，找不回来了。你，爸，陆成，我孙女呢？我的楠楠呢？你不是说要把她找回来吗？爸，你别急，你孙女找回来了，悠悠，快来！悠悠，这真的是我孙女？是，这就是您的孙女，我的女儿悠悠。我和云霄也是不久前才把悠悠找回来的。楠楠，我的楠楠哟，宝贝孙女儿，爷爷终于见到你了。悠悠，为了爷爷的身体，叔叔想请你帮个忙，假扮叔叔和阿姨丢了的女儿，好不好？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是大哥的女儿？爸，你看清楚一点，哪来的来历不明的丫头，你就随随便便认孙女？陆潇，你想干什么？故意想让爸难受，刺激她是吧？我女儿难道我还能认错吗？悠悠是我们女儿，没有人比我们当父母的更确定。悠悠就是我妹妹。老爷子，陆潇也是为您好，怕您认错人。再说，陆征的女儿丢了这么多年都没找到，哪有这么巧？您一醒就正好找回来的。就是，爸，大哥他一定是在骗你的，不知道从哪随便找个丫头回来冒充您孙女。冒充？爷爷，爷爷，这眼睛，这鼻子，哪里都跟我们陆家人长得很像，怎么可能不是我孙女？哎，我的宝贝孙女，我的悠悠。爸，你是老糊涂了吗？可别被大哥他们骗了。闭嘴！你大哥好好的骗我干什么？哼！再说，他要是敢骗我，我打断他的腿！我知道你什么心思，你不就是怕我把孙女认回来会给她分财产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把一半的财产都给悠悠，好好弥补她。死老头子，就知道你活着没好事，早知道之前就该直接弄死你。爷爷，悠悠不要财产，悠悠只想让您健健康康。爷爷不也要，只要您健康长寿。是我的好孙子好孙女，你们不要，爷爷可舍不给。陆征，等我出院，马上办一场认亲宴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的宝贝孙女找回来了。还有，我要现场宣布财产划分，把这几年亏欠悠悠的都补给她。是该好好补偿。悠悠在外面这么多年，一定吃了不少苦。以后悠悠可是我们陆家的掌上明珠。没错，谁也不能让我孙女再吃苦。你为什么帮他们说话？你不会真觉得那臭丫头是陆征亲生的吧？怎么可能？当年陆征的女儿一出生，我就叫人把她丢了，保证死在外面找不回来，怎么可能是那个臭丫头？我看陆征就是想利用那丫头骗老头子的财产。我以为他多清高不屑于跟我抢，现在看来他更卑鄙，连外面的野种都能认成自己的。行了，没证据，老爷子说什么都不会信。拿着去跟陆征做个亲子鉴定。这是那丫头的头发，不是要办认亲宴吗？那就当场拆穿。到时一个利用野种骗财产，身败名裂；一个受不了刺激，有个三长两短，财产不还是落在你手里？那还是您厉害。恭喜陆老爷子出院，还找回了亲孙女。谢谢。我听说老爷子身体不好，他们家老大家突然把丢了的女儿找回来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说不定是他们豪门兄弟分财产的把戏呢。多个人就多分财产呗。悠悠，怎么不高兴？你不喜欢这种场合吗？不是的，阿姨，我只是觉得冒充爷爷的亲孙女会让爷爷伤心。不是悠悠这么做的，有错的也是叔叔。不过是叔叔让爷爷身体健康，不是吗？有时候善意的谎言不是欺骗，而是守护。怎么回事？已经告诉工作人员没有严重的遗传性花粉过敏，怎么还摆这么多花？走，
先进去。悠悠，你跟我和爸爸一样也花粉过敏啊！嘿嘿，我们果然是天生的一家人。这过敏症是陆家人遗传，悠悠也有，怎么这么巧？我宝贝孙女怎么还没来？来了。这就是老爷子的亲孙女，这气质一看就是大家千金。之前还怀疑是假的，这模样简直跟陆总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分明就是一家人。狗屁一家人！我已经查过了，这臭丫头就是他们从村里随便找来的孤儿。亲子鉴定马上就送，待会儿就有好戏看了。悠悠来到爷爷这儿来。恭喜爷爷出院，悠悠祝您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好好，爷爷就活他个长命百岁，陪我们悠悠长大。爷爷，悠悠现在买不起贺礼，等我有钱了，一定给你买很多很多礼物，让您天天开心。爷爷不要礼物，悠悠就是爷爷最好的礼物。只要悠悠回到爷爷身边，爷爷就能天天开心。我没见老爷子这么开心过，看来老爷子是真喜欢这各位，想必大家都知道6年前我们丢了孩子的事，今天我就在这里正式宣布，我儿陆征的亲闺女，我陆卫东的亲孙女找回来了。恭喜陆老爷子，恭喜陆总，恭喜陆总和夫人，终于一家团圆了。陆征，你就得意吧，我看亲子鉴定出来，你还能得意多久？院长，之前陆二少让做的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，那叫悠悠的小姑娘，真的是陆总的女儿。快去告诉陆总，告诉老爷子！不，我亲自去。一个瓶子能卖4分钱，多卖一些就能给爷爷买贺礼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他在干什么？不会是捡垃圾吧？叔叔阿姨，我是不是给你们丢脸了？别这么说，悠悠是我们的宝贝女儿，怎么会丢脸？没关系，悠悠，这个宴会是为你办的，无论你做什么都可以。就是，悠悠，你还想要什么瓶子？哥哥跟你一起捡。真会，还在装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爸，我们陆家可没有这种贪小便宜的基因，这样的场合竟然捡垃圾丢陆家的脸，您可得好好看清楚，这丫头怕不是我们陆家的种。为什么捡瓶子？我想捡瓶子赚钱，给爷爷买贺礼。以前我都是这么赚钱的。是我的好孙女儿，乖孩子，怪爷爷没有早点把你找回来，让你吃了太多苦。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我宣布，我陆卫东旗下70%的财产，以后都归我孙女悠悠所有。爸，我知道你有意见，有本事你也跟你大哥样自打拼出一番事业来，别成天盯着我那些东西。我告诉你，那些东西我只留给我女和孙子。爸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我怎么做用不着你教。爸，为了你的身体，我本来不想说的。这个丫头根本不是你孙女，她就是大哥找来演戏骗你财产的。陆潇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。爸，你见大哥拿过亲子鉴定吗？认孩子这么大的事儿，光凭他一张嘴您就信了？这丫头根本不是他亲生的。老爷子，陆潇可都是为了陆家着想，怕您被骗，这么大的事儿总得确定的好，免得有些人为了财产不择手段。没错，大哥不敢做亲子鉴定，我替他做。爸，您放心，我已经拿这丫头的头发跟大哥做了鉴定，结果马上就出来。阿姨，是不是我做错什么让他们看出来了？不怪悠悠。
陆老爷子的宴会厅在哪儿？快带我去！陆骁，谁让你私自做鉴定的？怎么，大哥，你不会是心虚了吧？这丫头要真是你亲生的，你还怕什么？陆征，瑶瑶确定是我孙女吗？爸，陆征他……你别说话！陆征，我问你，悠悠到底是不是你女儿？是不是我孙女？悠悠别怕，爸，您先别激动，身体要紧。爸，老爷子您看到了吧？他都不敢正面回答您的问题，说明他就是在骗你。陆征，你也是糊涂，怎么能随便找个丫头就来冒充我们陆家的人呢？还能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利用这个野种分霸的财产。大哥，你可真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啊！你们闭嘴！该闭嘴的是你！陆征，你可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我没想到，为了我那点财产，你竟然也能做出这种事！不是的，爸，你听我说，你还狡辩什么？亲子鉴定马上就送来，你还想撒什么谎？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出来了！爸，这就是大哥和那个野种的鉴定报告。爸，您干什么呀？赶紧打开看看啊！老爷子，您还犹豫什么？难道您要眼睁睁看陆征两口子为了财产找一个野种冒充您孙女？爸，您听我说，大哥，你闭嘴吧！你还想狡辩？早知今天这个结果，当初就别做这种事。你真当爸是傻子，连自己孙女都认不出来是吧？爷爷，悠悠真的不是我孙女吗？可她明明跟陆征跟我陆家人长得这么像。臭丫头，谁是你爷爷？你可别乱喊！你可别被他喊几声就心软了。这丫头跟着大哥他们一起骗你，坏得很。是啊，老爷子，我们陆家的血脉可不能就这么让外人混淆。爸，你不看，我替您看。怎么会这样？是我亲孙女，是我亲孙女，悠悠是我亲孙女儿！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是……不可能是什么？这报告写的清清楚楚，难道我不识字吗？还是你们觉得报告作假？不，绝不可能作假！老爷子，我保证，这报告是我从头到尾盯着做的。报告一出，我就送来了。张院长都确定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悠悠就是我陆征的女儿。爸，抱歉，刚才陆骁一口咬定悠悠不是您孙女，您情绪激动，我也没到合适的机会跟您解释清楚。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悠悠，我的宝贝孙女儿，快来爷爷这儿。爸爸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亲子鉴定上，悠悠怎么会是亲生的？老公，怎么了？我在想，陆他们之前就质疑悠悠不是我们亲生的，这几天却很安静，没有找事儿，怕是要等着宴会做什么鬼。那怎么办？他想做什么，我也大概能猜到。
大不了就是用亲子鉴定证明悠悠不是我们女儿。放心，交给我。陆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陆老爷子的宴会厅在哪儿？快带我去！您跟我来。您没事吧？没事，快带我去宴会厅。老公，幸亏提前换了鉴定报告。不过，如果是张院长做的报告，他应该知道结果。可是刚才为什么？陆总、陆夫人，恭喜你们找回女儿。张院长，我正想问你，刚才……抱歉啊，陆总，医院那边还有急事，我得先告辞了。算了。没出什么事就好，等找机会再问问张院长吧。你看爸现在多高兴！哦，嘿嘿，明明一个假货，还这么受老头子喜欢。他现在认定悠悠就是他亲孙女，当然喜欢。你忘了，当年陆征的女儿，他的亲孙女一出生，他就喜欢得不得了，放话以后要把家产都留给孙女。当然。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想办法把那丫头扔掉。这个悠悠一定是假的，妈。当年你找谁扔的那丫头？你确定那丫头死在外面回不来了吧？老夫人，您找我？童姐别紧张，找你来只是想问一下关于6年前的事。您说，当年陆征的女儿出生不久，我让你偷偷把她带出去扔了。保证他永远回不来，这件事你还记得吧？记得。您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儿？哼，你还好意思问？前不久陆征把他女儿找回来了，还拿出了亲子鉴定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当年那个丫头我是亲自丢到山上的，那可是大冬天下着雪，还是晚上，我保证她根本活不了。那为什么那个叫悠悠的会变成陆征的女儿？悠悠？不可能，老夫人，绝对不可能！那个悠悠就是苏云舒不久前去村上找一个村医，没找到，顺便带回来的。说来也奇怪，那个丫头刚来，小少爷脸上的发伤就好了，可明明前一天我还见他脸上发伤还很严重的。是吗？对，还有之前陆先生的车，不知道怎么突然会爆炸，就是那丫头跑过去把他们几个人拉出来，才避免出大事。我说呢。原来是那个臭丫头坏我好事，要不是她，陆征他们一家早就……妈，你说那丫头不会真有点邪门的东西在身上吧？之前在老爷子那儿也是，都快死的人了，被他说2句还活过来了。哪有那么玄乎？之前陆之野那小子也说了，那丫头可能带点福气在身上，都是巧合罢了。老夫人，她哪有什么福气啊？那丫头就是个害人的灾星，她就是被村里人赶出来的。之前我还听说了，那丫头还会诅咒，说什么应验什么。说什么应验什么？行了，这些话你也信？这里没你的事了，你先走吧。记住，如果还想在陆家干下去，6年前的事就别告诉任何人。是。你还瞎想什么？真觉得那个丫头能说话应验啊？不是妈，我就是觉得奇怪。别奇怪了，想想接下来要怎么办吧。老爷子认准了悠悠就是他亲孙女，要把财产分给他。就算你再拿着亲子鉴定去，他也不会信。都怪陆征，他就是算计好的。那丫头分到的财产还不是全落他手上？着什么急？就算老爷子已经宣布要分给他70%的财产，
那也得等老爷子不在了之后，这财产划分才能生效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那死老头身体不好，说不定哪天就不在了，到时候他们可就顺利得到财产了。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谁说我们要坐以待毙？你要让那丫头给老爷子下毒？小点声！妈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想要老头子死，我们派人动手不就行了？之前又不是没做过。谁要让他死？只是中毒，还得让他活一段时间。你想想，如果是那丫头动手，那所有人都会觉得背后指使他的是谁？是陆征。没错，我们就是要让老爷子也这么想。陆征等不及让他咽气，利用那丫头要害死他。到时，你觉得老爷子还会给他们分财产吗？我明白了。我说了，我身体挺好，不住院，你怎么又把我弄医院来了？爸，您之前着急出院要办什么认亲宴已经很勉强了，这次又在宴会上情绪激动，医生建议还是要住院观察才行。我观察什么观察？我自己身体不清楚吗？爸，您的身体最重要，还是住几天吧。反正是我们陆家的私人医院，很方便。等医生说您可以出院了，我们一定让您出院。我就不住院，就不住。爸，您能不能别像小孩子一样？知野和悠悠还在看着呢，你怎么还不如他们俩听话呢？爷爷，您就住几天吧，我在这儿陪您还不行吗？悠悠，爷爷，悠悠也可以在这里陪你。爸，您现在可以安心在这儿住着了吧？就你会使这种小手段让我服软。那您是服不服吧？服，我住还不行吗？你俩赶紧忙去吧，不想看见你们，让俩孩子陪我就行。爸，那我们先走，有事随时联系。老公，之前宴会上亲子鉴定的事儿，你不是想问问张院长？正好来了，不如我们去找找张院长。行。张院长不在。我打电话问问。陆总、陆夫人，你们找张院长吗？院长开会去了，需要现在喊他过来吗？哦，不用了，让他忙，我们等一下就行。好，那你们稍等，院长应该很快回来。爸，你来干什么？爸，看您这话说的，您这又住医院了，我这不是跟我妈来看看您吗？是啊，老爷子，陆潇也是一片孝心。大哥也真是的，您身体都好的差不多了，他怎么又把你送来了？是嫌你医院住的不够久吗？我听说这医院住多了可不好，没病都能住出病来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是盼着我病是吗？爸，你可冤枉我了，又不是我送你来医院的。要不是你在宴会上坚持说悠悠不是我亲生的，我能情绪激动，能又被送进医院来？老爷子您别生气，你也知道陆潇他不会说话，不像陆征那么会哄你开心。不过他都是为你好的。悠悠，快去帮爷爷接杯水来。你指挥我孙女干什么？给我接水，陆潇不会去啊！陆潇和悠悠一块儿去吧。怎么了，悠悠？爷爷对你这么好，帮爷爷接杯水都不愿意？你少来！悠悠她……我愿意，我去接水。他们
们一定是要做坏事，我得看看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，都准备好了。哥哥，你们一会儿按我说的做。怎么了，悠悠？嘘。行了，接个水还这么费劲，快点吧。爷爷，我要上厕所。去吧。行了，你就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接水，别一会儿把你烫着了，老头子又找事儿。哦。拿着，我接了水，你总得端进去吧。果然和预示到的一样，水里加了东西会让爷爷出事。不过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端个水也不愿意？乖，走吧。待会儿啊，你可得亲自把水给你爷爷。回来了。师爷可真乖，倒是越来越跟陆征像了。爸，这水可是您孙女儿亲自给您接的，一路端着都没让我碰一下，多孝顺，您确实没白疼她。哼，是吗？悠悠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，虽然丢了这么久，不过好在找回来了。这段时间应该被陆征教育得很好。爸，你还等什么？赶紧喝吧，孩子一直端着多累啊！快喝吧。一杯水而已，你们怎么这么着急让我喝？这就算是一杯水，那也是您孙女的心意啊！是啊是啊，孩子难得倒杯水，快喝吧。爷爷，没事，爷爷知道。还是我孙女儿孝顺。行了，水也喝过了，你们还有什么事儿？倒也没什么事儿。没什么事儿还不走，留这儿跟我一起住院。老爷子，您这话说的，我们还不能留一会儿陪陪你？不用你们陪，我有我孙子和孙女就够了。行了，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去。行，您可真喜欢他们俩，尤其是悠悠，真是有了孙女儿什么都不要。爸，我劝你可别对她太好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觉得悠悠不是我亲孙女吗？你爷爷，你快醒醒！你快醒醒！爷爷，快醒醒！怎么回事？老爷子怎么喝了口水就变成这样？是你，臭丫头，你不会在水里加了什么东西吧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你不要冤枉悠悠。那你爷爷现在怎么回事？别吵了，我去叫医生。陆总、陆夫人，抱歉久等了，我刚刚结束会议，听说你们要找我，马上过来了，不知道二位有什么事？张院长，您之前说悠悠跟我的亲子鉴定是您亲自盯着做的。是啊，从头到尾每道程序都是我盯的，结果一出来我看过也确认过，陆总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张院长，不瞒你说，那份鉴定报告在你进宴会厅前已经被我调换过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时候？不可能啊！从报告一出来我就拿着去宴会厅了，怎么会？张院长，这个不重要。对，我们只是想问，既然您看到过真的报告结果，应该知道悠悠不是我亲生的，那为什么在宴会上？等一下，陆总，您等一下，让我捋清楚，您怎么说悠悠不是您亲生的？她明明是……
院长，陆总，快，你们快去看一下吧，陆老爷子突然晕倒了。爸，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问问你这个好女儿干了什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事啊，悠悠，别怕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爸爸和妈妈都在。陆征，爸都是因为你这个好女儿变成这样的。你在乱说什么？悠悠怎么了？悠悠刚才倒了杯水给老爷子，老爷子喝了之后就突然这样了，也不知道那水里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东西。我警告你，你最好不要乱说话。我乱说？你不信问问，是不是这丫头给老爷子倒的水？悠悠没事的，说实话就好，爸爸和妈妈都相信你。是我倒的水，但是我没有在里面加什么东西。你少胡说八道！不是你还能有谁？老爷子就是喝了你端过来的水才昏迷不醒的，亏他还对你这么好。真的不是我。你还想狡辩？行了，闭嘴！悠悠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何况爸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突然晕倒也不一定就是喝了水的原因。就是，事情还没查清楚，你们凭什么就认定跟悠悠有关？行，你们到现在还想维护他是吧？张院长就在这儿，不信问问张院长，爸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晕倒？老爷子正醒着呢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也不知道装昏迷搞什么把戏，我这该怎么说？这个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导致的昏迷，还需要进一步检查？那就去查一查，正好化验一下这水里到底加了什么。我爸身体怎么样？老爷子身体应该暂时没什么事儿。那就赶紧查查那水里的东西了，找到老爷子昏迷的原因。陆总，您看这……拿去化验吧，我不信只是喝了狗水人就能变成这样。悠悠，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我不担心。哼，你们说的倒是轻松，现在躺在那儿的不是自己，我看你们是巴不得老爷子能出点什么事儿吧。陆潇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老爷子已经准备好给他的财产了吧？他也不知道往那水里加了什么，万一老爷子出个什么意外……你给我闭嘴！事实就是如此，怎么还不让人说啊？老爷子要是现在不在了，这丫头马上就能得到大部分财产。陆潇！哦，也不是，他还未成年，什么都不懂。这财产要是大哥想的话，弄到自己手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是吗？盯着那些财产不放？你干什么？你爸还在这儿呢，就想跟你弟弟动手，没有点当大哥的样子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凭什么怪我老公？是陆潇先嘴贱说那些难听的话，教训他不是应该的吗？况且我老公根本没有动手。你们还有理了是吧？先下毒害老爷子，现在又动手吗？这么无法无天，当陆家是你们的吗？化验结果都没出来，你怎么就确定是下毒？行了，狡辩也没用。张院长马上就，到时候结果一出了，我看你们还有什么好说。陆潇，我真是生了个好儿子，费尽心机嫁祸悠悠给我下毒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想干什么。结果出来了，那杯水里确实有毒。水里检测出一种化氧氨酸的毒素。我就说这里面有毒，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怎么会这样？这种毒素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影响不是很大，但是对经常服用心脏类药物的人来说，一旦过量接触，怕是会致命。张院长，那我爸现在要不要做什么治疗？这个老爷子应该喝得少，只是昏迷，暂时不需要什么治疗。真是可惜，老头子多喝点的话，
说不定就这么直接送走了。行了，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就是这个丫头给老爷子下毒。我没有，不是我。这水是你去倒的，也是你端过来的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凭什么说是悠悠？小叔也一起去倒水了，你为什么不说是小叔？你这个臭小子，你还想赖在我身上？我为什么要害老爷子？我有什么理由害他？枝叶不会撒谎，悠悠也不会。悠悠，刚才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问他？谁不知道小孩子最会胡说八道，黑的也能说成白的。他能说清个什么？我女儿又不是傻子，这点事儿有什么说不清？哼！还有，你们这么着急干什么？怎么？怕悠悠说出点什么来？笑话！我们能有什么好怕的？是谁做的，谁心里最清楚。悠悠，你说究竟怎么回事？是我和他一起去给爷爷倒水的，但是他说怕我被烫到，所以他去接的水，然后给了我，让我端过来。所以这杯水除了悠悠，你也碰过。哼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证据呢？谁看见我去接水？那杯水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碰过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？臭丫头，有本事就拿出证据讲话。明明是你接的水，下的毒，还敢推在我身上？接水的地方有监控吗？没有。行了，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就是这丫头做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有点奇怪，这么个丫头怎么会懂下毒的？要说没人指使，我是不会信的。说的没错，小孩子能知道什么？怕不是有人故意安排他这么做的吧？这话什么意思？大哥，你就别装傻了，是你们把这丫头找回来的。她听谁的话还不清楚？你的意思是我指使悠悠给爸下毒？那不然呢？老爷子已经宣布要把财产留给这俩小的，公证材料都已经做好了，只要他一死，财产分配立即生效。你心里早就盼着长辈早些离去，好趁机把持陆家全部家业。没错，陆征，没想到你连利用孩子的招数都想得出来，还敢给老爷子下毒！你们胡说什么？我老公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。就是你们冤枉悠悠，还冤枉爸爸。这陆总，这是你们陆家的家事，我就不便打扰了吧。哦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等等，张院长，您可不能走，必须留在这儿。这件事儿总得有个证据，否则等老爷子醒来，保不准他们又要颠倒黑白。谁颠倒黑白，谁心里最清楚。原来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如果我醒过来知道是陆征和悠悠给我下毒，到时候一定会收回财产，或许一怒之下还要把他们赶出陆家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行了，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，只要等老爷子醒过来，把这件事告诉他，让老爷子来决定该怎么处理这件事。这算什么人证物证？你说水是悠悠接的，毒是我老公致使悠悠下的，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。我还说这事儿都是陆潇做的，他就是故意冤枉。你胡说什么？亲眼看到的吗？没人看见就别乱说。
我看这丫头撒谎就是你教的。不许你这么说，阿姨。阿姨，她不是你妈妈，怎么现在又叫阿姨了？悠悠还没回家多久，只是不习惯叫妈妈。什么不习惯？我看她根本就不是你们亲生的，之前那份亲子鉴定也是你们伪造的，故意欺骗老爷子。我说呢，原来是这样。陆征，你果然是想利用一个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抢爸的财产，现在还给爸下毒。不是那份亲子鉴定，他我爸才没有利用悠悠下毒，是你，我亲眼看见了。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就是你，是你接的水，往里面加了东西，我亲眼看见的。直言，你确定吗？干什么？陆征，你们现在是一家子联合起来撒谎是吗？为了把这件事推在我身上，真是脸都不要了。你说你看见了，谁知道真假？又没有证据，凭你一句话，别人就要信你吗？我有证据，证据就在。你看什么看？证据在哪儿呢？你不会说在老爷子那儿吧？笑话！别以为老爷子疼你就什么都顺着你，这可是下毒。等老爷子醒过来，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我确实没打算放过你们。爸，你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爷爷，我没事，你们别担心。爸，你可别被他们骗了，他们就是装好心。刚才你晕倒就是因为大哥指使悠悠这个臭丫头给你下毒。没错，老爷子，张院长可以作证，悠悠给你倒的水里下了毒。这个水里确实检测出了化氧眼羟酸的毒素，对服用心脏类药物的病人影响很大。爸，你听到了吧？亏你还对他们那么好，他们就是要害你，巴不得你早点死后得到你全部财产。是吗？爸，我不会做这种事，悠悠更不会。什么不会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老爷子你可不能偏心他们。现在能下毒，之后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是啊，爸，万一哪天你被他们害得有个三长两短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绝对不能放过他们。是啊，给我下毒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，确实不能放过。所以陆骁，你是想让我收回你所有的股份和财产，还是想永远滚出陆家？爸，你在说什么？是啊，老爷子，明明是他。行了，闭嘴吧！陆骁，什么都学不好，诡计多端，倒打一耙倒是学得挺溜。好好看看你做了什么！这怎么会？我就说我有证据，我都录下来了，就是小叔下的毒。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云舒，你先带两个孩子出去，有些话不适合孩子听。好。那老爷子，陆总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也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之前老爷子突然病危，被送进抢救室，我们来不及查原因。后来检查过，发现是老爷子的供氧设备被人动过。我们有调查过所有负责的医生和护士，确认不是我们内部人员。至于是不是其他人，张院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我抱歉，我还要忙，告辞。爸，你不会觉得是我做的吧？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儿？你总不能相信一个外人，不相信你儿子吧？爸，我……你给我闭嘴！连给老子下毒的事儿都能做得出来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爸，你先别激动，对心脏不好。我怎么生出你这种大逆不道的东西？成天为了那点财产算计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现在都想杀了你老子！你还是人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什么不是？敢做不敢认？这混蛋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能不清楚？前没进去蹲几年，那是我陆家护着他，离了陆家什么都不是。现在还敢算计到我头上，真是长能耐了！老爷子，陆骁他……少废话！今天就让他给我滚出陆家，以后他跟陆家没一点关系。不行，你不能这么做，那是你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对他。我这么做，对他已经很宽容了。不可以，老爷子，陆骁什么都没做。
是我做的，是我拔了你的氧气管，是我指使陆潇下东西，陆潇不知道是毒，我告诉他那是对身体好的维生素。你说什么？都是我做的，因为你偏心陆征，不仅把陆氏集团交给他，还要把财产都给他，现在连他的孩子都要偏心，我看不惯。这个是我伪造的遗嘱，我就是想等你死了，让你的所有财产归我儿子陆潇。你倒是想得全面，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。为了我儿子，我什么都干得出来，让你从来只偏心陆征，对陆潇一点都不公平。公平？你也好意思说公平？陆征，谁让你这么跟我妈说话的？她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我妈当年病重，你趁机给我爸下药爬床怀上陆潇的时候，对我妈公平吗？你胡说！杜红娟，你走吧。我妈去世不到1年，你带着陆潇堵在陆家门口，找来记者逼着我爸娶你，堂而皇之的住进我家，对我公平？我知道你因为这件事一直恨我，但你不能恨陆潇，你和他是兄弟，你不能抢原本属于他的东西。够了！陆征从没有抢过陆潇任何东西，陆氏集团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得到的，其他的也是我愿意给他。你说我偏心，没错，我就是偏心。当年我就不该心软，让你和陆潇进这个门。陆征，去找律师，帮我准备离婚协议，尽快让他收拾东西离开陆家。爸，你不能这样，我妈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能。你也跟他一起离开，以后陆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为什么？不行，陆潇不能离开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干的，跟陆潇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不能。行了，你不会真觉得什么都替他顶了，他就干干净净了？真当我陆卫铎是什么蠢人吧？相信那些事儿会跟他一点关系没有？爸，别叫我爸，我没你这样的儿子。记住，我没有把你们送进去蹲几年，是对你们最大的宽容。从今天开始，滚出陆家！没听到爸的话吗？还不走？要我找人动手？好，我走。妈，我们走。养了20多年，养了个白眼狼，反过来还要咬我一口。爸，别想了，我以后会盯着他们。如果他们再敢做这种事儿，我不会放过他们。这次多亏了悠悠，要不是他提前告诉我，让我别喝水装晕，我怕是真要出事儿了。悠悠，是啊，说也奇怪，悠悠怎么知道他们要做什么？还提前让枝野跟着去把陆潇下毒的画面录下来。或许悠悠是提前在脑听到了他们的计划。不过说起来，确实挺神奇的。之前我的车爆炸也是悠悠提醒，把我和云舒、枝野从车上拉出来，才避免我们出事。你说什么？车爆炸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这您之前不是一直昏迷住院吗？刚醒来出院不久要办宴会，我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不过没事，多亏了悠悠，我们都没事。真是的，这么大事你也不说。查了吗？谁做的？查过了，没查出来是谁，只说是意外车。怎么可能？我不信车会突然爆炸。你有怀疑的人吧？谁？陆潇。我是怀疑，但没有证据。他都敢对我动手，还差你吗？那个混账东西，早知道刚才就不该那么轻易放过他。你手下的人不行，我查。喂，我陆卫东，帮我查查之前陆征的车突然爆炸的事儿。对，重点给我查陆潇。爸，这是最快的速度出结果，我等着。哎呦，我的俩宝贝儿，快到爷爷这儿来。
爷爷，哎，爷爷，哎，好好乖，还是我孙子孙女乖，不像有些人。事情都解决了吗？刚才我看到陆敖他们脸色不太好，就那样走了。爸要准备离婚协议，还让他们离开陆家，以后跟陆家毫无关系。爸办事还是这么雷厉风行吗？还有，爸怀疑车爆炸的事是陆敖做的，在找人调查。之前我也怀疑，但没证据。爸想查的话，就让他查吧。爸，我已经喊了童姐，让她做了些吃的东西送过来。等吃完了，让她先带2个孩子回去，我和陆征在这陪你，免得又出什么意外。妈妈，我想在这陪爷爷，反正坏人也不会再来了。我也想在这陪爷爷。还是我2个宝贝好呀，没事儿，你们都不用陪我，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。要不然就给我办出院手续，现在就让我出院。那不行，您身体还没恢复，张院长没放话，您就得在这多住几天，检查没事了才能出院。就是事儿多，我什么状况我还不清楚吗？要不然你们把他给我叫来，我亲自跟他说。行了，爸，你可别为难张院长了。奇怪了，陆总为什么觉得那个悠悠的小姑娘不是他亲生的呢？喂，之前给陆总做的亲子鉴定备份记录在哪儿？找出来发给我。好。夫人，您让我做的东西都做好了，都是些清淡的菜，还熬了粥。正好，爸您饿了吧？先吃点东西。好，你们也一起吃点。这可是专门给你做的营养餐，我们凑什么热闹？一会儿我和云霄带2个孩子去外面吃。吃什么外面不健康？要去你俩去，俩孩子跟我一起吃。没事没事，反正我做的多。童姐，那你把东西拿出来呗。好。怎么样？查出来了？就知道是陆骁，那混账东西！爸，您别生气，既然查出来了，就交给我处理。你也别手软了，他就是欠教训，他母子俩都不是好东西，竟然敢背着我干这种事儿。他们说的不会是当年扔孩子的事吧？老爷子已经查出来了。他们伤害我，我可以放他们一条，但这件事伤害到你们，我绝不会原谅。陆征，去查清楚，跟这件事有关的人，一个也别放过。好。童姐，怎么了？童姐，干什么呢？做个事毛毛躁躁的，在陆家待了这么多年，这点事都做不好。陆老爷子，那件事都是老夫人他们逼我做的，真的跟我无关啊！童姐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是他们逼你做的？难道他们说的不是扔孩子的事吗？糟了，还不赶紧说！要是等我查出来，你知道什么后果？是当年陆总和夫人的女儿丢了的事。那孩子不是丢了，是老夫人他们让我把孩子扔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把我女儿扔了？云舒，童姐，为什么那是我的孩子？他当年刚出生还那么小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童姐，你在陆家待了这么久，我们自问从来没有亏待过你，你为什么？是我一时糊涂。我儿子当时赌博输了钱，债主找上门了，我着急要钱，正好老夫人她……行了，给我站起来，把话说清楚。当年那对母子为什么要让你扔了我孙女？因为当年那孩子一出生，您就喜欢得不得了，还放话要把财产都给他，甚至还找律师拟定了股份协议，赠送陆氏股份给他，比给陆二少的还多，所以老夫人就……财产，又是财产，
他们就盯着我那点东西不放，为了那点财产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董姐，你告诉我，你把我孩子扔哪儿了？快告诉我！我……云舒，你冷静一下。云舒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不过好在现在悠悠找回来了。问他当年把悠悠扔哪儿了也没什么意义，交给警方吧。不是的吧？悠悠他……怎么了，悠悠？怎么了？悠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不是你们这，陆征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爸，这事儿交给我吧，您别管了。什么就我别管了？那我孙女的事我怎么能不管？你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跟我说。我不知道。我当年只是按吩咐把小小姐扔到山里了。那时候是冬天，还在下雪。山里下雪，那我孙女还能活吗？你竟敢！爸，别这样，别激动，身体要紧。你放手！敢动我孙女！我爸，冷静点儿。童姐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在陆家做事了。还有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去自首，把事情交代清楚，否则我不介意现在就报警或者派人送你去。你知道这两种量刑结果是不一样的。我自首，我现在就去。陆先生，我求求你别报警。滚吧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是。还好我孙女还活着，还被找回来了，没有被那几个混蛋害死。悠悠，来，到爷爷这。怎么了，悠悠？陆征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爸，陆征，你告诉我，悠悠她是我孙女吧？云舒，悠悠是我孙女儿对吧？爸，您别问了。陆征，你们也骗我！爸，滚开！我以为陆潇是个混账，没想到你也是。你告诉我，宴会上那份亲子鉴定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我调换了张院长的鉴定报告，故意做了一份悠悠是我亲生女儿的报告。你真是好样的啊，陆征！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也是为了我那点财产？真跟陆潇他们说的那样，想利用孩子来要财产？爸，不是的，你知道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分什么财产，更不可能做这种事儿。爸，我们不是故意要骗您的，当时您刚清醒，又着急想见孙女，受不了刺激，我们只好让悠悠假扮。那你们也不能做这种事儿啊！对不起，爸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主意，跟云霄和孩子们没关系。爷爷，别怪叔叔阿姨，不是他们的错，你别怪他们。爷爷，爸爸妈妈会把妹妹找回来的，你别生气。悠悠也是我妹妹，你不要生气。悠悠怎么就不是我孙女呢？爷爷，对不起。不怪你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悠悠是谁家的孩子啊？爸，悠悠是孤儿，之前是一位老中医收养了她。我正好想找那老中医给枝叶治烧伤，没想到那老中医不在了，我就把悠悠带回来了。也是个可怜孩子，也不知道父母在哪儿。爸，
我们已经决定要收养悠悠了，她以后就是我们女儿，是您孙女。好，养着吧，跟我们陆家也算有缘。就是不知道我那亲孙女现在在哪儿呢？这是怎么了？我没打扰吧？没有，张院长有什么事儿？哦，之前陆总的那份亲子鉴定，我又把备份记录调出来，重新打了一份。不知道陆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悠悠确实是你亲生女儿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悠悠确实是陆总您的亲生女儿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确定？当然，这报告都在这儿呢。这，我眼睛没花吧？这上面的字是确认亲生吧？是，真的是，悠悠真是我女儿，真的。老公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这怎么会是真的呢？哥哥，我怎么又变成叔叔阿姨的亲生女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说你跟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之前陆二少拿了陆总您和悠悠的头发来做的亲子鉴定，我确定鉴定过程和结果都没问题。你说陆征？是啊，当时是他亲自把东西拿过来的，再三强调要快点做，好像认定了悠悠不是陆总的亲生女儿似的。他当时应该巴不得确认悠悠不是我亲生的，好揭穿我找麻烦。按理说，他不可能在上面动什么手脚。既然经过了他的手，最好还是再确认一下。老公，为什么还要确认？悠悠是我们亲生的，不会错的，对吧？你别急，确认一下总是好的，结果很快出来。哥哥，报告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呀？很快的，别急，爷爷让他们加急做，马上就有结果了。那如果结果出来，我不是叔叔阿姨的亲生女儿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管她是不是亲生的，反正你以后就是我妹妹。我只是怕，如果我真的不是，那叔叔阿姨还有爷爷他们应该会很失望。爸，您坐着休息会儿吧，这么走来走去也没用啊。我着急嘛，这万一悠悠她不是……哎，算了，不说万一。没有万一，我相信悠悠就是我女儿。老公，你还记得不得？之前悠悠跟你和枝叶一样花粉过敏。我记得。还有这事儿？那肯定了。我陆家的人遗传性花粉过敏，悠悠一定是我孙女。爸，你答应我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您不能激动。行，不激动。出来了，结果出来了！快给我！别紧张，爸爸妈妈，到底什么结果呀？叔叔阿姨，阿姨你别哭，我不是亲生的也没关系。悠悠别叫阿姨，你是我亲生的，是我女儿。悠悠你该叫妈妈。是真的吗？悠悠真是我亲妹妹。爸爸爷爷，这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，你个臭小子，我们还能骗你吗？爷爷，快给我看看，我也要看。悠悠，你看上面写的你就是亲生的，报告不会错的。阿姨真的是妈妈？是妈妈。悠悠，你还没喊我呢。爸爸，对不起，爸爸应该早点把你找回来的。爸爸妈妈、哥哥还有爷爷，我好像做梦一样。
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啊！我早说过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没错，悠悠不是做梦，都是真的。陆老爷子，恭喜啊！虽然之前宴会上就说过，但这次还是得说恭喜。张院长，这次可多亏了你啊！老爷子您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去忙了。好。这么说起来，爸爸在宴会前换了那份假的鉴定报告，其实结果跟真的一模一样，根本没必要。啊，这个好像确实没必要，怪我当时没想到悠悠会真的是我女儿。可不怪你嘛，谁让你瞎折腾不换报告，也没这么多事儿。把悠悠给我，我来报。就你这还当爸呢？算了吧你。悠悠乖，叫爷爷。爷爷。哎，好孙女。悠悠怎么了？悠悠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悠悠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脸色这么白？悠悠，快去叫医生！我去叫。妈妈、爸爸，有刀有血，爷爷死掉了。悠悠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别吓妈妈。如果我说了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灾星？悠悠，别怕，有什么事儿都可以跟爸爸妈妈说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对啊，悠悠，慢慢说，哪里有刀有血？还有爷爷为什么会死掉？你们相信我吗？没有觉得我是灾星吗？什么灾星？我孙女怎么可能是灾星？可是我以前说这种话，他们都觉得我是灾星，我在诅咒他们。悠悠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你要知道，家人永远不会把你当灾星，更不会觉得你是下诅咒。是啊，悠悠，家人就是互相信任，互相支持，我们永远都会相信你。对啊，悠悠，你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别怕，我们都在。我看到有人拿刀刺伤了爷爷，就在那里。你看到了？怎么看到的？爸爸妈妈，你们相信我，能看到未来发生的危险吗？悠悠，你确定看到的是未来要发生的事儿，不是做梦？你们应该不会相信吧？不是的，悠悠，只是这种事有些匪夷所思，我们一时没反应过来。是啊，我们没有不相信你的意思。悠悠，你刚才说爷爷被刀刺伤了，是谁？是爷爷之前刚走的人。陆萧。爸，你把他赶出陆家，保不准他确实会怀恨在心，狗急跳墙做些什么。爷爷，您真的会被他刺伤的，不要留在这儿，快离开这儿！我相信悠悠的话。之前爷爷做手术，悠悠也是提前知道有人要毁了人工心脏，我们才去的实验室。到那里发现，果然有坏人想毁了心脏。志野，还有这种事，我怎么没听你说过？之前爷爷做手术情况很紧急，我没来得及说。后来爷爷好了也没在意。总之，我相信悠悠。这么看来，毁人工心脏的人一定也是陆萧安排的，这个混账东西！我也相信悠悠。老公，你想想之前汽车爆炸的事。悠悠，其实那次是你提前看到了危险，所以才叫我们下车的，对不对？是。果然，我就知道，之前村上那些人，你也是看到了他们未来的危险，想要提醒他们，对不对？是，可他们都觉得我是灾星，是因为我他们才遭难的。悠悠，你不是灾星，与众不同和特殊能力并不代表你是灾星。悠悠，你要记住，家人的意义就是理解和包容你的一切。就是，我孙女这么厉害，他们谁能比得了？这么说起来，之前陆萧那个混账在我水里下毒，
也是悠悠提前知道了，才避免我中毒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悠悠让我跟着去录下视频。悠悠，你好厉害啊！看来，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悠悠已经救了我们很多次。你们真的相信我了？当然，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更相信你了。说的没错，悠悠，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说，不要有什么顾忌，我们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原来这就是家人，我也有家人了。幸亏有悠悠。爸，既然悠悠预测到了陆骁又要动手，那我们就得提前预防。这个混账，本来想放他一马，他安安生尸以后也就不管他了。看来还是不能手软。死老头子，都是因为你把我赶出陆家，还把股票和资产全都收走了，让我什么都没有。早就不该让你活着了，老东西！怎么会？人呢？人呢？你找我？放开我！放开！不可能，这个点明明应该是吃了药在床上，按药效在昏睡，怎么会？爸，真家伙，真狠啊！这一刀下去，不死也得要我半条命吧？你还想留半条命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朝着心脏插的。你要在床上，这会儿早凉了，还吃疯了。这么多年，我这是养了个什么东西？我呸！你还养我？你有把我当儿子吗？在你眼里，只有陆启才是你儿子，你什么都给他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陆骁，你有脸说这种话？你说要创业，爸给你足够的资金，结果被你败光。你给我闭嘴！什么都得到的是你，你有什么资格指着我？陆征能得到一切，那是他自己争取的。他在辛苦攻读学位的时候，你在泡吧玩女人；他在兢兢业业工作的时候，你在花天酒地。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怨别人？是我没资格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什么都做不好，在你眼里我就是一无是处。从一开始你就看不起我。看不起你的是你自己，是你非要什么都跟陆征比，跟陆征抢，比不过就怨陆征怨我，从来不找找自己的原因。我的原因？我的原因就是我不是你原配老婆生的。从一出生你就嫌弃我，我说错了吗？行了，真是无可救药，只会把一切都怪在别人身上。对，我无可救药，不像你，什么都优秀，什么都有，永远能高高在上站在那儿指责我。爸，都说无益，他什么都听不进去的，交给我处理吧。放开我！陆征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之前犯了那么多错，总得受到应有的惩罚。警方已经掌握了你所有的犯罪资料，该怎么判怎么判。不行，我不能坐牢，我不要坐牢。爸，之前把你赶走，本来打算看在父子的份上放了你，但是没想到你不仅对我动手，竟然还对陆征他们一家动手。以后你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。还是陆征，还是因为陆征，到现在你还是偏心他，你永远偏心他。把他带走。爸，你别伤心，我会处理好的，以后他不敢再做这些事。我没什么可伤心的，早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，失望够了也不伤心了。你处理好，以后别让他再有机会伤害云舒，还有枝叶和悠悠就行。
我知道，我会保护好他们的。还有，要不是因为他跟他妈，我孙女也不会丢这么久。这么多年，是我们亏欠悠悠的，我们得好好补回来。放心吧，一定会的。以后悠悠不会再受苦。你没看到云舒和枝野现在天天把悠悠当宝贝似的，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陪着。爸，我叫人给你换间病房，你先休息会儿。换什么病房？休息什么？你赶紧给我办个出院手续，我也得陪着我孙女去。爸，你这凑什么热闹？张院长还没发话呢，您不能出院。毛病！我现在就找他去。爸，爸，我的俩宝贝儿来了，哎呦，真好，来接爷爷出院啊！爸，陆之去找张院长了，还不确定张院长同不同意您出院呢。他敢不同意？不同意我就再去他办公室坐着，让他工作不下去。爸，您这不是为难张院长吗？为难他怎么了？谁让他不让我出院？天天把我关在这儿，说观察观察，我又不是动物，有什么好观察的？爷爷，等你出院了，我们带悠悠去游乐园，悠悠还没去过呢。哎，好好，那必须得去呀！悠悠想玩飞车吗？还是想玩跳楼机？爷爷都陪你。爸，你要玩这些，我可真不能让你出院了。就你啰嗦，比张院长还啰嗦。我陪我孙子孙女玩怎么了？想当年我年轻蹦极跳伞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。你也说是当年了，跟现在什么关系？您现在什么身体状况自己不清楚吗？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废话。张院长同意我出院没？不同意我再去找他。同意是同意了，不过还有很多注意事项。真的？他同意了？那就好，算他识相。快帮我收拾行李，我现在就要出院。这地方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我来收拾。我帮你吧。我也要帮忙。哎，你不用，你跟爷爷走，我们现在就带悠悠去游乐园。爸，你先把衣服换了呀。哎，路上换。悠悠，我们出发。出